Hello，大家好，老马又来了。大家好，我是小瑞，我今天呢就来充当老马的摄影师。这期节目里面的话，就是有网友说想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家这台房子，今天他来了。整个房子的话是一台大通 V80底盘的上装部分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景航然后整个景航的型号的话是景航微炮的592，然后跟随我的话简单来看一下我们这辆车。然后驾驶室过来完了以后的话，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简单一个储物室啊。这里原来的话是放了一个15公斤的那个燃气罐，我已经把它拿掉了。然后房车上的话，它是一个科鲁玛的燃气热水器。然后因为整个房车的热水系统的话有好几种方式，所以说这个我暂时把它改成一个小的一个储物空间，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能放不少东西。第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面的话，这边的话有3个窗户，相对来说的话，效果很不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藏室，室外的储藏室。因为是重置床的原因，所以说上边的话这是一张床，下面的话是一个储藏的一个空间。这里面的话应该也能放不少东西。目前的话，我们放了2把的那个折叠椅，然后还有一些充电的。包括一些加水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设备，现在会比较乱，到时候的话会打理的更干净一点。然后看到啊，我们整辆车的话没有做过多的改装，后部的空间的话，就可以看到啊，都是比较平整，没有什么爬梯啊，这个支架，相对来说我感觉还是干干净净比较好一点。这一块是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啊，是我们的一个黑水箱，对，迎面而来。对，没有，整个黑水箱的话是我们在买这辆车之前的话，他们感觉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也没有用过，可能2个老爷们吧，就是说以后的话尽可能的要少去用这个车内的这个卫生系统。尽可能的做实在不行的话，那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买了一些就是分解剂、降解剂，应该都还可以吧，就是应急的时候可以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啊，我们也有2个窗户，然后的话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注水口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的一个储物箱。目前的话，我是放了一个那个5公斤的一个燃气机，然后如果后期需要改的话，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改成那个户外的燃气灶收拉室，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改变。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外接电，对，接市电用的，然后驻车的时候用。然后前面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油箱在前面。相对来说的话，外观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让我们进去看看里面的一个配置吧，来点仪式感。对了，电动式的那个脚踏，然后我们前面走啊，一个对坐的一个卡座，完了以后这边的话是跟随镜头过来的话，这边也是一个座位，因为我们整辆车子的话，是6座的，所以说这个卡座因为距离的原因，前面的一个小的沙发座的话是行车的时候是不允许坐人的，所以说我们在验车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要把它拆掉的。然后的话，所以说6座位的话，这4个，然后再加上前面驾驶室的2个，这就是6座。这个我整体感觉是有一点点的鸡肋，其实如果设计的更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拿掉的话，这里做一个柜子，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我们的实用性会更强一点，因为毕竟2个人出去的话，不需要有太多的坐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会去动。然后的话，首先的话，这边的话是有3个那个吊柜啊，然后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然后里面的话，现在我们也是放满东西了啊。但是整体其实看的话，我们放的东西也没有说特别放的紧凑。我们先整理一下啊，我们3个里面可以2个拿一个可以好一些。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出发之前的话，可能还会再做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设计了一些小的储物空间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的话，下面的话也是一个，然后这块板的话是可以放平的话，其实你要做人的话也可以做。然后的话，这里是铺开来的话是一张小床，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做一张小床。所以说睡人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说睡很多人。但是这里的小床的话，可能睡一些小孩、大人睡不了。这个可以看到啊，我们把我们的折叠桌放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是我跟小瑞两个人觉得非常完美的地方啊，就把利用空间都利用起来。然后这边的话也有吊柜，还是非常多。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厨房区。这个厨房区有别于绝大部分的那个房车，就是说大部分的房车的话，就是说它的厨房区都是实的。我们这边的话是 L 型，但是我觉得这个房车的 L 型给我的感觉，好像更舒服一点。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我自己反正觉得还蛮舒服的，就去使用。现在会有点乱啊，因为的话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装好，到时候装好的话，相对会让它更整洁一点。然后这边的话是也有几个柜子，可以放不少东西啊，这里放油盐酱醋啊，包括一些调味品啊，打包的一些东西的话都可以。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外置的220伏电源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一个瓷房，然后是一个电磁炉。然后这边的话，厨房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吃饭的家。然后锦航的车的话，我觉得整体的做工还包括它用的这些配件，我感觉都还挺好的，都拉式。相对来说，我感觉质感有变。然后往里面走的话，我们这边的话还是有两个，这边还有两个蛮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可以放比较多的东西。这是一个感应式的灯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了，是一个高低铺，威浩592这个系列啊，它的高低铺不是一个子母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上下都一样的一个床。整个空间感的话，小瑞的身高有1.80几，然后的话，它整个平躺的话呢，还是就是可以躺开，也就是说整个长度的话超过了1.8米，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横向的话应该是在70公分左右，70几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小瑞谈一下你的感受，你觉得睡得还可以？我觉得吧，就正好我一个1.8米几的人睡的话，也不说顶吧，反正能睡下，然后翻身什么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蛮舒服的。然后这是那个窗帘，这边的配置讲讲啊，这边的话是有个卫星天线，然后包括我们的是一个影音设备系统啊，然后的话，还有就是我们有媒体区域，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空调系统。空调系统的话，可以给大家去简单讲。现在因为的话，我们的那个逆变器没有打开，所以说这边也打开，这边也暂时不给大家去展示了，后期反正给大家去可以看啊。这是一个特鲁马的那个热水器，然后这边是一个80升的那个冰箱啊。我觉得2个人的话应该也够用，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就是有一个空间，蛮大的一个厨房，也非常不错啊。房车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说储物空间非常重要。然后是我们现在的卫生间了，这个卫生间的话，其实我还是不能说特别爱干净吧，但是我还是比较爱干净。所以说在选房车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房车，很多房车的卫生间都特别脏，所以说给人第一感觉。然后看到这辆房车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给大家去简单的看，因为人空间太小。这是一个感应式的灯，然后这边是一个镜子，然后的话一个淋浴系统，然后的话这里面也有很多小的柜子，一放马桶，下面还有一个马桶，然后洗脸盆，
这样的，我觉得我也有将近1.8米吧，然后上面的话有一个排风扇，然后是双向的一个排风扇，功率还是蛮大的啊。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相对还比较干净，看上去。然后我们转过来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额头床了。额头床睡2个人的绰绰有余，然后上面的还有一个天窗可以打开，然后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后面的话没有纱窗，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这辆车的话配的地方我会给大家简单的去讲解。上面还有太阳能板。比如说有时候插太阳能板然后相对来说的话还算是不错啊。然后这边的话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控制面板，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属于物理键的一个还算比较好用的灯，看到吗？氛围灯，然后这个是遮阳棚的灯，户外灯，然后是水泵，然后电视都可以打得开。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逆变器逆变器，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锂电池我们的电量还是非常充足的，现在的话还有96%的电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给大家再去讲讲就是这辆车的一个配置的情况。